今天我们要聊聊台湾最惨的10个景点。这些景点曾经光鲜亮丽，寄托着一整个村落的希望，但最终却落得凄凉下场。有的景点带来短暂人潮后又迅速没落，让当地重新归于沉寂。有的更在意外中瞬间成为悲剧现场，庞佛直接毁了整座村子的未来。其中第1名甚至拿下了世界纪录，却因为定位尴尬而门可罗雀。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些本该造福地方的景点反而沦为笑柄或悲歌？一起看下去，你可能会对台湾观光发展有全新的思考。第10名，台东水往上流，奇观逆转不了命运的神奇水道。在台东海岸公路旁有一条不起眼的水泥水道，号称水往上流，奇观。听起来庞佛违反地心引力，曾引得路过旅人满怀期待，下车一探。然而第一次来的人常常满脸问号，这不就是路边一条小沟渠吗？原来所谓水往上流，只是利用地形错觉，让人误以为水逆势上坡。实情是水道本身有着细微的下坡倾斜度，但周围环境让肉眼判断失准，所以水看起来仿佛在往高处流。这个小把戏上了90年代的旅游宣传，一时间成为东部公路的新奇打卡点。然而新奇感往往稍纵即逝，专程绕路而来的旅客可能只拍了一张照片就兴致缺缺地离开。原来如此，就这样啊。附近村民本以为这个奇景能带动观光财，改善一下早年靠耕作为生的清苦日子，现实却没有奇迹发生。缺乏其他看点与规划的情况下，水往上流很难让人停留超过5分钟。白天公路车流不断，游客匆匆拍照走人，入夜后道路幽静，只有沟渠的水依旧默默地往上流，村落依然宁静而萧瑟。年轻人大多外出讨生活，只剩老人守着这条曾寄托希望的水道。讽刺的是，水虽然逆向而行，却逆转不了地方的命运。这条人造景观就像一面映照出台湾早年观光开发的镜子，为了创造话题，不惜设计奇观，但如果没有实质内容留住人心，最终也只是昙花一现的噱头。水可以往上流，时间却无法倒流。当年短暂的轰动过去之后，留给这里的只是一片安静的稻田和潺潺水声，以及村民淡淡的叹息。第9名，台南北门，虱目鱼小子，字母丑萌吉祥物的盛极而衰。台南北门区曾是盐田密布的地方，盐业繁荣时养活了成千上万的家庭。可是随着工业化时代来临，传统晒盐业在2002年走入历史，村子顿时失去经济支柱，年轻人大量外流，北门一度穷的只剩老人与盐田。整个区实际居住人口不到5000，平日街上几乎看不到年轻人。然而转机似乎在5年多前出现，一场全台票选最丑吉祥物的活动意外让北门跃上版面。这位爆红的主角就是北门的吉祥物虱目鱼小子。他是个鱼头人身的公仔，大大的鱼眼没有眼白，憨傻中带点诡异，活像恐怖片里的怪咖。但正因为丑到别出心裁，反而可爱得很，有话题。当年有日本媒体报道这只丑萌鱼头娃，引发日本网友热议，一路红回台湾。瞬时间，全台最丑吉祥物的封号不胫而走，虱目鱼小子成了打卡明星，把偏僻盐乡北门推上了社群版图的高峰。周末忽然涌入大批年轻游客，只为亲眼目睹这只传说中的丑娃娃，顺便在旁边的盐田与充满渔村风情的小镇拍照。然而潮水来得快，去得也快，当地原本的观光配套几乎没有，餐厅、咖啡馆寥寥无几，连公厕都不足。游客来了，除了拍拍虱目鱼小子和附近著名的水晶教堂外，找不到更多休憩去处。再加上户外公仔经不住海风吹日晒，漆面斑驳褪色，一度吓坏不少人。虽然之后官方赶紧替虱目鱼小子补漆，画上眼白，看起来稍微和善了，但人气下滑的趋势已无法挽回拍照。打卡的人潮在短暂高峰后雪崩式滑落，北门再次归于平静，只有那只丑萌的鱼公仔继续孤独地站在路旁，迎接稀稀落落的访客。回头看，虱目鱼小子像极了这座盐乡小镇命运的缩影，昙花一现的爆红，换不来长远的复兴。没有产业基础和深度文化支撑的观光，
只是昙花一现的热闹。北门曾经也搭上 Instagram 热潮，打造过纯粹为拍照而生的景点地，例如2014年底落成的欧风白色水晶教堂，在开放初期3天连假涌入17万人次，游客之多连派出所都变公厕，但因为当地缺乏接待能力，旅客打完卡就走，很快又门庭冷落。等热潮退去，又遭逢疫情等影响，北门游客数迅速下滑回谷底。短暂的人潮甚至带来某种程度的后遗症，居民还没从村落漫长的沉寂中调适过来，又被突如其来的大批外来客冲击，心里五味杂陈。当游客散去，北门只剩下夕阳下的盐田和蹒跚过街的老人与狗。那只曾名扬一时的虱目鱼小子，庞佛也在无声控诉着观光浮华的幻梦，缺乏根基的爆红只会留下一地寂寞。第8名，南投溪头妖怪村，他区退烧之后的观光幻影。接下来登场的是曾经红极一时的溪头妖怪村。如果你大约在2011年左右造访南投鹿谷的溪头森林游乐区，一定对入口附近那条热闹非凡的日式商店街印象深刻。红色鸟居、妖怪雕像、日式老街建筑，充满创意又有趣味。妖怪村原本是当地一间老饭店，为了求生存所打造的主题商圈。早年溪头因921大地震和风灾重创，一度门可罗雀，旅宿业者纷纷熄灯。直到年轻的第3代经营者脑洞大开，决定以日本妖怪传说为主题来包装老街，没想到一炮而红。2011年正式开春后，各大网络论坛争相分享，周末游客络绎不绝，甚至塞爆山路。妖怪村不收门票，却处处是商机，小吃、纪念品摊位前人潮满满，带动了溪头重生的希望。然而短短几年后，这股妖怪旋风却渐渐褪色。许多游客发现妖怪村的新奇感只有一次，拍过照买过伴手礼后，下次就不太有再来的动力。由于内容更新不多，摊位后来卖的东西也大同小异，创意惊喜渐渐被满街的商业味取代。一开始涌进的观光财让当地商家喜出望外，但随着人气下降，问题也浮现，商品单价偏高，停车不便，设施维护不佳，这些都令回头客越来越少。特别是近年日元贬值且出国旅游便利，不少人干脆飞去日本玩真的妖怪主题乐园。溪头妖怪村在比较之下失去优势，结果周一到周五，妖怪村显得空荡萧条，许多摊贩宁可没生意时提早打烊。假日虽还有一些家长带小孩来，但已难现当年的盛况。妖怪散去，村也沉寂。当初号称妖怪出没、人声鼎沸的小村，如今只剩下卖吃的和几家千篇一律的杂货店苦撑。许多装饰开始斑驳老旧，曾经让人驻足的侍女妖怪、天狗雕像，如今游客匆匆路过，甚至懒得多看一眼。人去楼空之下，妖怪村颇有种凄凉的意境。木屐的踢踏声，妖怪的欢笑声，庞佛还回荡在屋檐下，但现实中只听得到风穿过廊道的低鸣。这景象不禁让人反思，当观光热潮退却，过度商业化的空壳终将被抛弃。昔日妖怪村的成功，其实就像妖怪故事一样，是一场精心营造的幻术。而今幻术消散，只剩真实的村落依旧在山林中宁静的等待下一次有人用对的方式唤醒它的生机。第7名，台中彩虹眷村摸险些被抹灭的缤纷奇迹。在台中，有一座小小的眷村曾经濒临拆除，却因满墙缤纷彩绘而起死回生，成为世界知名的彩虹眷村。这里原本是老兵聚居的村落，后来居民陆续搬走，只剩一位黄爷爷留守。他挥洒创意，拿起画笔，在破旧灰暗的墙面上画满童趣十足的图案，有可爱的人物、动物和几何彩虹，让原本沉寂的巷弄庞佛变成童话世界。这些画作色彩鲜艳，风格独特，引起学生与游客口耳相传。终于在各界努力下，政府决定保留下来，不再拆除。黄爷也用缤纷的色彩守住了自己的家，也意外为台湾留下了一处独一无二的打卡景点。彩虹眷村成名后，游客络绎不绝，甚至登上国际旅游网站的推荐清单。许多人专程来此，只为与那些充满童真的壁画
合影留念。一位将近100岁的老兵用画笔扭转了命运，这故事本身就像传奇。然而，就在大家以为彩虹村终将长长久久地保存下去时，一场恶意破坏突然降临。2022年，正值村庄营运团队交接的空窗，有人趁夜泼洒油漆，将多面墙上的画作毁去大半。隔天清晨，黄爷爷看到自己辛苦20多年的心血被鲜红紫蓝的油漆覆盖，气得当场落泪痛骂。新闻传出，举国哗然，谁这么狠心，居然想抹灭掉这座带给人们欢笑与感动的彩虹村。所幸各界随即伸出援手，志工和修复团队赶来协助。透过旧照片资料参考，他们陪着黄爷爷一笔一画慢慢补回被毁的图案。老人家虽然心痛，却没放弃，在大家的支持下重新拿起画笔，把笑容和色彩再次留在墙上。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彩虹眷村终于恢复了原有的样貌，再度对外开放。游客们也用实际行动表达支持，陆续回到这条彩虹小巷，安慰心碎的爷爷。那场差点毁了整座村子的恶劣行径，反而唤起更多人对文化保存的重视。彩虹眷村的故事有惊无险地续写下去。然而，这起事件庞佛在提醒我们，一处景点的诞生不易，它背后凝聚的是多少人的回忆与情感。如果疏于维护管理，或是一时的不当争议，都可能让珍贵的文化遗产毁于一旦。彩虹村之所以令人感动，不仅是缤纷图画本身，更因为那是一颗孤独老兵守护家的真心。当我们漫步在彩虹眷村，赏完缤纷画作时，也别忘记这份美丽差点被夺走的惊险过程。唯有倍加珍惜与用心经营，才能让彩虹的光芒长久照耀下去。第6名，新北三只飞碟屋，其未来之城的幻灭传说。曾几何时，在新北市三芝海边，有一处宛如科幻电影场景的建筑群，被称为三只飞碟屋。那是一栋栋圆盘状彩色的未来感房屋，架高在桩柱上，远远望去像外星人的太空船降落地球。这些飞碟屋原计划打造为高级度假村，在1978年前后开始兴建，期望吸引有钱人来此享受海景。施工初期，附近村民看着一颗颗飞碟组件运进小渔村，内心充满好奇与期待，也许未来这里会繁华热闹，带动地方繁荣。然而，现实发展却急转直下，在兴建过程中，传出工地主任发生意外丧生等不祥事故，投资方也因经营不善而财务出状况。飞碟屋工程最后在80年代初草草停工，留下50-60栋半完成的异形建筑暴晒风雨。随着岁月流逝，这些无人问津的飞碟逐渐斑驳破败，玻璃破裂，钢骨外露，现场杂草丛生。曾经的梦幻度假村成了荒凉的鬼城，引来各种灵异传闻，什么建筑受诅咒、闹鬼，甚至有说法指当年动了附近日本时代的乱葬岗才导致不顺。一时间，飞碟屋更添神秘色彩，让人不寒而栗。尽管如此，飞碟屋反而凭借这股诡谲气息闻名国际，不少外国杂志和探险节目将三只飞碟屋列为全球知名的废墟景点。探险爱好者、摄影师慕名前来，想捕捉这些色彩鲜艳又破败不堪的科幻废墟之美。周末时，原本宁静的海边小社区突然多了外地车辆与陌生面孔，在倒塌的飞碟残骸间穿梭。但这种特殊观光听在本地居民耳里五味杂陈。原计划带来繁荣的建设，竟以另一种悲凉方式吸引目光。地方上既无法从中获得实质经济，好端端的海岸风景还被这片烂尾建筑占据，居民对其又爱又恨。最后，政府考量安全与发展，于2008年开始陆续拆除飞碟屋。到2010年前后，这些存在了将近30年的怪屋全部走入历史，只留下一片空地和当年少数照片见证。当第一声挖土机的巨响轰然作响，附近老一辈村民有人默默流下泪来。那声巨响不仅拆掉的是怪诞建筑，更是拆散了昔日一场繁华美梦。回首这段历程，三只飞碟屋庞佛一则寓言，描绘着台湾经济起飞年代急躁追求观光亮点的后果。当超现实的幻想无法落地，留给地方的只是一段充满叹息的幻灭传说，以及海风吹过时庞佛仍在呢喃的那些未尽梦想。第5名，
台东美丽湾度假村就是天堂沙滩的环境悲剧。如果说3只飞碟屋是商业失败的幻影，那么台东的美丽湾度假村就是一场发生在天堂沙滩上的环境悲剧。在台东富山附近的三元湾，有一片美丽的金黄海滩和湛蓝海水。多年来，这里只是恬静的原始海岸，当地阿美族部落世代在此捕鱼，举办海祭。然而2004年前后，一家开发公司相中这片海天一色的湾澳，计划新建大型5星级海滨度假村，命名为美丽湾。他们宣称，观光开发将带进财源和就业，让偏乡发光发热。起初，不少地方人士也对此抱有希望。辽阔的沙滩若盖起饭店游乐设施，三元小渔村或许能一举变身国际观光胜地。但随着开发行动展开，争议很快浮上台面。居民和环保人士惊觉，美丽湾开发案在没做好完整环境影响评估的状况下动工，施工单位强行在海岸边打桩挖地，破坏珊瑚礁与海岸林，引发生态浩劫的疑虑。此外，这片土地对阿美族人来说蕴含传统记忆，他们认为开发案罔顾原住民权益。更令人发指的是，有传言指出，施工过程中挖出了部落的古老遗骨，现场处理方式不当，伤及族人感情。一时间，当地原住民与环保团体联合抗争，高举还我沙滩的标语，在烈日下据守沙滩抗开发。开发方与支持人士则反驳说，观光能带来繁荣，不该拒绝进步。双方僵持不下，美丽的三元海湾陷入前所未见的紧张对立。这场拉锯战最后演变到法院，历经多次行政诉讼，终于在2017年迎来关键判决。法院确认美丽湾度假村未通过合法环评程序，建筑不得营运，开发商终于折戟，败兴而归。然而，物质上的工程虽可停止，对环境与社区的伤害却无法像关电灯一样一键复原。现在走到三元海滩，你会看到一栋巨大的白色半圆形建筑孤零零地矗立在沙滩一角，那正是已完工约90%的美丽湾主体建物。它四周拉起铁皮围篱，里头空无一人，外墙在风吹日晒下开始斑驳剥落，曾经绝美的海湾风景被这块庞大的水泥遗骸深深割裂。当年许诺的繁华泡影灭去，只留下这座如鬼城般的空壳饭店，成为地方永远的伤疤。对附近阿美族部落而言，美丽湾事件更是一场心灵重创。他们奋力保护的祖先土地虽然守住，但多年抗争耗费心力，族人与外界关系一度紧绷，原本平静的渔村生活被迫卷入风波，到头来换得一个不能用、拆不掉的烂尾度假村卡在海岸线上。在开发商远走后，收拾烂摊的责任落回政府与在地。多年来，沙滩入口处树立着抗议涂鸦留下的招牌残迹，磅礴无声地倾诉着过往的纷扰。每当夕阳西下，金色余晖洒在破败建筑和沙滩上，美丽与丑陋同时映入眼帘，那画面让人百感交集。美丽湾的故事警示着我们，发展观光若罔顾环境与文化，最终只会两败俱伤。天堂变荒地这一页悲剧或许需要好几代人来疗愈。第4名，台南七股盐山区，迎白色巨山下的萧氏村落。盐是台湾早年的白色黄金，在台南七股，一大片亮白盐田曾经孕育出繁荣的盐村聚落。然而，时代的巨轮无情转动。2002年，台湾结束了将近370年的晒盐产业，传统盐田全面停晒。为了不让这片独特景观与产业记忆从此消失，政府保留了一座巨大的盐堆作为地标，打造成观光景点。这就是后来闻名的七股盐山。远远望去，平地上耸立一座纯白如雪的小山丘，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十分壮观。游客可以攀登盐山顶端，一览昔日盐田风光，或者坐在盐地滑梯上体验从盐坡滑下的乐趣。盐山旁还有盐业博物馆，展示老照片和工具，诉说着盐工的故事。刚开放的那几年，盐山吸引许多家庭与学生团来此朝圣体验，成为台南一大新兴亮点。然而，盐山的热潮逐渐消退后，留给当地的仍是难以翻转的现实。盐业终止时，七股地区大量青壮年离乡，他们有的转往工厂就业，有的干脆搬家他处。
只剩高龄的盐工们不舍土地，余生守着空荡荡的盐田。一座盐山救不回一座村子。盐山观光虽带来一些假日人潮，却无法提供多少长久工作机会。附近的小吃摊、贩卖部也只在旺季勉强营业，碰上平日就门可罗雀。不少曾经热闹的盐村社区，如今几乎成了没年轻人、没产业的双无村。老一辈盐工每天看着盐山，旁佛看到自己逝去的青春与岁月。一位爷爷级的老师傅站在盐山下感叹，过去这里一片雪白盐田，每天上百人在劳动，孩子在盐堆旁玩耍，现在呢，只剩周末热闹2天，平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随着时间推移，盐山本身也面临维护难题。南台湾多雨潮湿，盐山常年风吹日晒，有些结块泛黄，不复最初那般经营。管理单位需不时补充新盐，整形山体，以维持美观和安全。对此有人质疑，究竟是在保存历史，还是在复制人工奇景？每逢夕阳西下，盐山映照天边橘红，确实美不胜收。但那一刻也令人想起曾在这片土地上劳作的一代代盐民。盐山脚下的老街上，昔日盐工宿舍多半空置，有的门窗损坏，墙上斑驳，可想而知当年的熙攘早成往事。年迈的阿婆傍晚坐在门口乘凉，看着稀落的观光客开车离去，眼神有些落寞。盐山依旧耸立，如同一座纪念碑，见证着繁华与没落。白色巨山带不走白胡子的老人们，那一整座村子的消逝，是台湾产业转型下无奈的缩影。一座人工堆砌的盐山，终究无法填补产业凋零留下的巨大空洞。第3名，新北八仙乐园区区狂欢，一瞬成灰烬的人间炼狱。2015年夏天，一场原本充满青春欢笑的派对，在瞬间化作梦魇，震撼全台。这场悲剧的发生地，正是新北市八里区的八仙水上乐园。八仙乐园曾是北台湾知名的戏水圣地，拥有各种滑水道和游泳池，每年夏天都吸引大量年轻人消暑嬉戏。业者为了吸引更多顾客，还会举办夜间音乐派对，结合灯光音效，让游客载歌载舞，在水花与音浪中尽情狂欢。2015年6月底，正值盛夏，一场名为彩色派对的活动在八仙举行。主办单位准备了大量五颜六色的玉米粉，要在舞池洒向人群，营造缤纷梦幻的效果。数百名年轻男女身着清凉，随着 DJ 音乐节拍，又跳又喊，宛如色彩的海洋。然而谁也没料到，欢乐会在一瞬间变调。当晚不知是机械故障或工作人员不慎，舞台上突然一股火光闪现，紧接着彩色玉米粉尘物遇到高温迅速燃烧爆炸，原本飞舞的彩粉酥地化作笼罩全场的火球巨浪，人们还来不及反应，熊熊火焰已吞噬了舞池。音乐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此起彼落的尖叫与哀嚎。年轻的男孩女孩们四处逃窜，有人全身着火跳进泳池，有人推挤摔倒在地，被烈焰重重包围。短短几十秒，现场宛如人间炼狱。那一晚的画面至今令人不忍回想，原本充满笑声的乐园变成满地焦黑，一片狼藉，空气中弥漫烧焦气味。救护车尖锐的鸣笛声不断划破夜空，伤者的哭喊和亲友的惊呼交织在一起，场面令人心碎。这起八仙尘爆意外共造成近500人受伤，15人往后不治身亡，大多数伤者都是20上下的年轻人，他们的人生从此被无情的改写。许多人严重灼伤、毁容甚至残疾，需要经年累月复健与心理重建。这场灾难不仅烧伤了个人，更烧痛了一个个家庭。多少父母听闻噩耗赶往医院，在病床前看着孩子遍体鳞伤，痛苦呻吟而掉泪。多少原本活泼的生命因此蒙上阴影，再也无法无忧无虑。八仙乐园的乐声自此永远静止。事发后园区立即停业，随后因赔偿与安全疑虑再也没有重启。曾经水花四溅、笑语喧天的泳池逐渐干涸荒废，鲜艳的滑水道爬满灰尘杂草。几年后，整个乐园设备拆除殆尽，只留下空荡的场地和惨痛的记忆。对八里当地而言，八仙乐园过去每年暑期带来可观商机，
如今却成为人人唯恐避之不及的伤心地。附近小商家失去了游客来源，生意大不如前，整个区域庞佛被按下了暂停键。八仙城堡事件是一场本可避免的人祸，它让所有人警醒，追求刺激与娱乐之际，安全的红线一旦逾越，代价往往无比惨痛。在狂欢的激情与惨痛的教训之间，只隔着短短几秒的距离。多年过去，如今在驶经八仙乐园旧址时，很难想象这里曾经那么欢腾。只见杂草丛生中空地寂然，一如那些逝去的年轻生命和破灭的青春梦。在这场狂欢变噩梦的悲剧里，整座乐园连同一整代人的欢笑都一同灰飞烟灭了。第二名，彰化台湾民俗村参亲兴盛，转瞬成废墟的台湾缩影。时光回到20多年前，如果你问哪里是台湾最好玩的景点，彰化花坛乡的台湾民俗村绝对榜上有名。这座占地50多公顷的主题乐园，在1993年底盛大开幕，以重现传统台湾生活风貌为卖点。园区里建造了各式各样仿古建筑，有闽南红砖三合院、客家土楼、原住民族楼，甚至还搬来古色古香的庙宇戏台。走进民俗村，庞佛穿越时空回到了过去。街道上有卖茶叶蛋、布袋戏偶的摊贩，定时还有迎神赛会、传统婚礼秀等表演，充满浓浓的乡土味与怀旧感。民俗村可以说是全台湾建筑文化的大集合，因此甫开幕便万人空巷。据统计，1994年上半年，民俗村涌入将近780万人次，是当时全台游乐区游客数之冠。周末假日，车龙一度大排长龙，进不去。对当地居民而言，那几年真是风光无限，商机满满。民俗村附近的小吃店、纪念品店林立，大家忙得笑呵呵。原本宁静的小乡村变成观光热区。然而，就在民俗村登峰造极之时，危机的种子也悄悄埋下。首先是巨额的投资成本与营运压力。民俗村号称斥资超过30亿元打造，每日庞大的维护费和人事开销，需要持续不断的人潮来支撑。一旦游客略减，财务压力立即浮现。偏偏好景不长，在90年代末期，台湾人旅游选择渐趋多元，加上其他主题乐园兴起，民俗村的独特性被稀释。更致命的是，1999年的921大地震重创中部，国内旅游市场一度低迷，民俗村因此雪上加霜，游客锐减。经营团队试图转型求生，例如增设机动游乐设施，推出住宿餐饮，希望吸引年轻客群，但却与原本传统风格不搭调，效果不彰。财务洞越来越大，终于在2000年代初爆发严重债务危机。曾经的观光金鸡母，转眼变成沉重包袱。最终，台湾民俗村在营运10余年后走到尽头。园区在2008年前后正式歇业关闭，曾经络绎不绝的建筑博物馆顿时人去楼空。此后的10多年里，民俗村沦为荒芜废墟，往昔热闹的老街杂草丛生，牌楼倒塌，戏台灰尘罩顶，昔日熙攘的商家全数关门，仅留下破败屋舍。居民们感叹，当年游览车一台台进村的繁华场景，好像是一场梦。台湾民俗村成了爱好废墟探险者的秘境，也成为年长一辈彰化人心中抹不去的遗憾。每当有人驶过附近，看到那几座断垣残壁的甲骨建筑，不禁想起当年携家带眷来此游玩的时光，不胜唏嘘。更具戏剧性的是，2023年民俗村荒地的新地主开始拆除园区残存建物，准备转型成工业区时，因未申报而被县府勒令暂停。消息传出，许多网友惊呼童年回忆被拆光，也有人早已看透，嘲讽道，当年是10大景点第1名又如何，现在连官方都没注意，就让它默默消失了。楼起楼倒之间，盛极一时的台湾民俗村终究走进历史尘埃。它的兴衰磅礴，一部浓缩的台湾观光发展史，投入巨资打造梦幻场景，曾耀眼夺目，但若缺乏永续经营的体质，终将抵不过时代的巨浪。民俗村的村口那对斑驳石狮子，见证了从门庭若市到鸟去楼空，全程不到20年光景。对彰化花坛这个小地方而言，民俗村磅礴一场缤纷的烟火，在夜空绚烂过后，只剩下无尽的黑暗与寂静。第1名，
嘉义高跟鞋教堂，号称世界纪录的巨型玻璃鞋，门可罗雀的观光镜花水月，终于来到榜首位置，也就是号称登上金氏世界纪录的嘉义高跟鞋教堂。这座外形宛如 Cinderella 水晶鞋的巨大建筑，于2016年初在嘉义布袋镇海边完工，一亮相便引起国内外媒体报道关注。它高约17公尺，宽11公尺，由1200多根钢架与320片蓝色强化玻璃打造而成，造型前卫又梦幻。官方甚至特地以全球最大高跟鞋造型建筑物申请金氏世界纪录，并于同年6月获得认证。荣登世界之最的光环，再加上蓝天白云下晶莹剔透的外观，高跟鞋教堂一时成为爆红景点，许多情侣、新人与游客慕名前往，只为在这只巨型玻璃鞋前留下倩影。当夜幕降临，教堂内部灯光亮起，整只水晶高跟鞋流光溢彩，看起来浪漫非常。种种迹象都让人以为布袋这个原本默默无闻的渔村即将翻身，成为观光新胜地。然而，高跟鞋教堂的命运并没有像童话般美好长久。随着新奇感过去，这座纯粹为拍照而存在的建筑开始暴露出定位尴尬的问题。首先，它虽名为教堂，其实并非宗教场所，里头空空荡荡，没有摆设椅子或祭坛，也没有固定功能，只能容纳100来人短暂停留拍拍照，没有婚礼举行，没有宗教活动。高跟鞋教堂缺乏实质用途，可看性其实相当有限。游客来到现场，顶多登上鞋跟看看海景，或摆几个姿势合影，很快就兴致告终。再者，布袋地处偏远，交通并不方便，除了专程开车前往，外地人不易到达。一旦社群打卡，热潮退去，旅行团也调整路线，高跟鞋教堂周日以外时间便门可罗雀。宽广的停车场经常空空荡荡，远远只见一只巨鞋孤零零矗立海风中，少了人潮与欢笑衬托，显得格外凄清。更讽刺的是，官方替这只玻璃鞋包装了一个浪漫又凄美的故事。据称，早年布袋沿海有不少妇女因水质寒深而罹患乌脚病，被迫截肢，无缘穿上高跟鞋和穿白纱进教堂结婚。于是这座高跟鞋教堂象征为弥补他们的遗憾。然而不少人质疑，这说法牵强附会，是为了宣传硬套出来的桥段。当地居民更关心的是，花2000多万元新建的玻璃鞋对改善地方经济究竟有多大帮助？事实证明，效果十分有限。布袋一带本来就缺乏观光底蕴，除了吃海鲜、看红树林，能逗留的项目不多。高跟鞋教堂造景虽吸引过大批一日游游客，但打一枪就走，市的观光无法让利润真正留在地，常有游览车旅客在此拍完照又匆匆离去，到邻县市用餐住宿。当地摊商和旅宿业者并未因高跟鞋而出现明显成长，一度期待翻转家园的年轻人难掩失望。如今，这座荣获世界纪录的巨型高跟鞋，更多时候像是一件被遗忘的艺术品。平时时段可能只有零星几组游客，拍完照不到10分钟便离场。偌大的馆舍里空荡无声，只有游客服务人员百无聊赖地打着哈欠。远处渔港传来渔民整理渔网的声响，海风吹过玻璃帷幕，发出低沉的呜鸣，旁佛在诉说着什么。或许那是高跟鞋教堂自己的感叹，曾经冠上世界之最，光环又如何？华丽的外表终究难掩内在的空虚。当初拔地而起时万众瞩目，如今却被冷落在时代的角落。高跟鞋教堂的兴衰，恰是一场镜花水月的秀，短暂耀眼后迅速归于平淡，留下的问题却让人深思。观光发展到底该追逐浮夸噱头，还是踏实耕耘在地文化？从水往上流的小聪明，到高跟鞋教堂的巨大空洞，从彩虹眷村的险遭涂炭，到民俗村的盛极而衰，以上这10大景点的沉浮故事，道尽了台湾观光发展中的许多叹息与教训。有些是天灾人祸，一夕之间毁了人们的梦；有些是决策失误，带来短暂繁华却无法长久；也有些是纯粹追求标题噱头，忽略了观光最根本的文化与人本精神。当热闹散场，潮水退去，我们看到的是被遗忘在角落的巨型建筑。
杂草丛生的废园、门可罗雀的小镇，以及无奈留守的老人。然而，这些故事并非完全消极，从中我们也能找到希望的线索，成就回彩虹眷村的那股热情与爱护。北门盐乡终于开始思考以在地风土复苏、原住民社区对抗不公开发的勇气，这些都在提醒着我们，观光的根本在于人与文化的互动。如果只是一味砸钱、盖大东西，追求一时话题，而不去重视当地居民需求、生态环境与文化底蕴，那么再宏伟的建设终将沦为空壳。反之，真正永续的景点往往是那些尊重在地、慢慢耕耘出的成果。看完台湾这10个最惨景点的兴亡，或许我们该静下心来思考，下一次再有类似的观光建设计划时，我们会重蹈覆辙，还是选择不一样的路。当一双双高跟鞋般耀眼的梦想摆在眼前时，愿我们都能汲取这些血泪教训，在美丽与哀愁之间找到平衡，走出属于台湾观光的踏实道路。毕竟，真正能长久吸引人们的，不是昙花一现的虚荣记录，而是时间沉淀下来的人情味与文化魂。如果我们学会这一点，也许未来就不会再有那么多毁了整座村子的遗憾景点，而会有更多造福地方、历久弥新的观光传奇。祝福我们的宝岛走出观光幻影，迎向更踏实灿烂的明天。